手术室外，我跪求捐献者回来救我儿子，而此刻捐献者正在与我的老婆度假。手术室外，我疯狂拨打老婆和捐献者齐豫的电话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，请稍后。挂断，再打，来来回回几十个电话打过去，全部无人接听。许先生，捐献者还没到吗？患者快要撑不住了。护士焦急的催促，却令我更加抓狂。爸爸，手术室内，我的儿子已经气若游丝，眼看着就快死了。我可能被拉黑了，你能接我打个电话吗？我恳求护士，顺利接到了他的手机。这次手机没响几下就被顺利接通。喂，那端传来齐豫懒洋洋的声音。齐豫，你现在在哪儿？你不是答应了给我儿子捐骨髓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跑了他会死？我不顾形象的喊叫，整个人怒发冲冠。你明知道他得了急性白血病，明明是你自愿捐献的，为什么临到头了却瞒着我逃跑了？你想故意害死他吗？我的儿子得了急性白血病，急需骨髓移植。这个时候被我老婆资助的一个大学生自告奋勇的配型，配型成功，我们把他当祖宗一样供着哄着，却没想到他居然临阵脱逃。但是齐豫却没有半点愧疚，反而是开口埋怨我。徐哥，我好心给你儿子捐骨髓，你这是在怪我了，倒是我的不是了。他这话差点把我气笑，但为了儿子，只能把到嘴的辱骂给咽下去。齐豫，你在哪儿？定位给我，我马上接你回来。小齐等不及了。如果是之前跑了，我定然冲过去把他打得半死。但现在，我的儿子已经抽空了骨髓，摧毁了体内免疫细胞，甚至在病床上等了5个小时，麻醉都过去，人都苏醒了，依然没等到合适的骨髓移植过去。我儿子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，现在随时随地都会死。这种情况，我不得不咬着牙，甚至给这个垃圾赔罪，只求他快点回来，给我儿子移植。不管我有什么错，哥求你。对方嗤笑了一声，开口道：许哥，真是抱歉啊，我太怕疼了，现在跟如玉姐在一起呢，等过几天才能回去。过几天，我儿子能不能撑过今天都不一定。柳如玉在你那儿，让她接电话。许哥，我知道你急，但你先别急，如玉姐正在换衣服呢，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。此刻，我手机声音开的是外放。齐豫那绿茶男的话一出，走廊里的医生护士，还有不少的病人家属纷纷侧目，更有几个小生凑在一起嘀嘀咕咕，又是摇头又是叹息的，仿佛我戴了一个1米高的能发光的银绿色帽子。好吧，不是仿佛。小鱼儿，我比基尼呢，帮我拿一下。我老婆柳如玉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。他们两个在一起还是如此亲密，在我的儿子濒死的时候，最需要骨髓移植的时候，他们鬼混在一起。柳如玉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我们儿子都快死了，你还玩小白脸？你到底把我们当什么了？我跟柳如玉是青梅竹马，10几年的感情，很是恩爱。在此之前，我从未怀疑过他，但现在往日点点滴滴终于浮现在我脑海。在我憔悴的围着儿子忙前忙后的时候，他却跟齐豫烛光晚餐，送跑车，送名表，送房产，美其名曰捐献者的补偿。许诺，嘴巴放干净点，我跟齐豫可没什么，只是让他帮我拿下东西而已。你心脏别看谁都脏。老婆柳如玉擦拭着头上的水珠，对着电话大声呵斥。他是公司总裁，总是飞来飞去。昨天还好不容易熬完一个大单子，想着后天就是齐豫捐骨髓的日子，这才接了齐豫过来，好好放松一下他紧张的心情。怎么到了许诺嘴里就成了偷情了？都是我的错，让许诺误会了，是我不应该这个时候紧张，跟你出来。如玉姐，你跟许哥不要为我这个外人伤了感情。齐豫嘴上说着抱歉，人却贴到了柳如玉身上，接过她的毛巾，轻柔地给柳如玉擦拭头发。还是你好，不像许诺，这一年跟超雄一样疯疯癫癫的。他这话一点不避着我，把我气笑了。我本来也是公司高层，拥有不错的职位，但是儿子重病，时刻离不开人，我就辞职围着儿子转。现在落到他嘴里，竟成了疯男人。柳如玉，你说这话丧不丧良心？我疯疯癫癫，你天天见不着人，都是我围着孩子转，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？我现在不想跟你吵架，你还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？现在立刻马上把齐豫带到医院来给我儿子捐骨髓。不就是你生日吗？你能不能安生一点？这个时候过什么生日？等齐豫捐完骨髓，小齐恢复一点，再说这些有的没的。柳如玉显然记差了，我的生日早过去了。今天是儿子换骨髓的日子，你能不能看看日期？你脑子糊涂了？齐豫脑子也糊涂了吗？齐豫明明刚刚哄骗我，做完清髓手术，转眼人就跑了。你想故意害死我儿子，我跟你没完！我不想多做纠缠，只想让齐豫快点回来。够了，姓许的，你没完没了了是吧？不就是嫉妒齐豫比你年轻，比你善良吗？你要不差这点礼物，何必总是针对齐豫？这次居然拿孩子当借口，你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。手机这边，齐豫嘴角一拉，稍微抑郁一下，柳如玉就心疼得不得了，全然信了我善妒的言论，更是喋喋不休的指责我不应该拿孩子当挡箭牌。儿子什么时候做手术？我能不知道吗？你能不能不要再撒这种拙劣的谎言？你想要礼物可以直说，咒我儿子干什么？你到底有没有一点做父亲的样？说着，他居然直接挂断了我的电话。
我急忙拨通，但这个号也被拉黑了。徐先生不好了，患者情况急剧恶化，快撑不住了。一名护士冲出了手术室，直接下达了病危通知书。心电仪发出了急促的警报声，在一阵剧烈的起伏里，猛然变成了直线。我的儿子死了！眼前一阵发黑，我一个站立不稳，直接往后面栽倒，脑袋重重地摔在医院冰冷的地板上，引起一阵惊呼。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护士围了上来，检查我的身体，心跳不正常的跳动，情绪起伏过大，气晕过去了。再次醒来，已经过了5个小时。我的儿子尸体都已经凉了，失去了温度。他躺在太平间里，小小的还没来得及长大成人，就被关在了这个单间里，再也不会动，不会说话。我跪在地上，身体蜷缩，死死地趴在他身上，嚎啕大哭。我的儿子小小的不到5岁，双眼紧闭，往日总是挂着笑意的小人儿，此刻再也不会睁开眼。我握住了他的手，刺骨冰冷，像是冰块一样，任凭我怎么俯身，把耳朵贴在他胸膛上，都听不见一丝心跳声。他死了，就因为祁煜答应了手术，让他提前灭杀了体内细胞后，无法得到救治，在绝望跟疼痛里死掉。而他的妈妈还护着那个贱人，间接造成了他的死亡。此刻，我的心像是被硬生生被人一脚踩得稀烂，一面是对妻子的爱，一面是对妻子的恨。我爱他，10几年如一日的珍惜爱护；我恨他，恨他间接害死了我心爱的儿子。痛不欲生中，我的心脏疯狂跳动，直到心脏剧痛，我捂着心口，猛地晕了过去。此刻，国外沙滩上阳光灿烂，柳如玉穿着比基尼，满是热带风情，拉着祁煜到了沙滩上散心。阳光、海浪、欢笑的游客，以及柳如玉送来的椰汁，让祁煜幸福的脸上笑意怎么都压不住。祁煜真是辛苦你了，后天就给我儿子捐骨髓了。许诺那家伙还这么不懂事，污蔑你。柳如玉心疼祁煜，年纪轻轻就要遭受如此之痛，更何况还要为自己儿子付出，心疼之下自然更加关爱。当然，其中掺杂了多少暧昧，那就只有他们2个知道。如玉姐，我没事的，许诺哥没准不是故意的。不说这个，我们好好放松一下，换换心情。2人在沙滩散步、游泳、玩水，甚至打排球，好不快活。直到累了，双双躺在沙滩上。还是跟年轻人玩好啊，真有活力。胡说，如玉姐才不老呢，在我心里还是个小姑娘。2人靠得很近，祁煜一个翻身，居然压在了柳如玉身上，深情款款对视。你……柳如玉知道自己应该要推开他，此刻却是怎么也舍不得。如玉姐，祁煜双眼迷离，身体压上，嘴唇逐渐靠近，直到2人彻底吻了上去。祁煜逐渐加深了这个吻，吻得难舍难分时，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响起。柳如玉看了一眼电话，上面显示许诺2个字。刹那，暧昧散去。柳如玉推开了祁煜，爬了起来，冷冷开口：“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没完没了是吧？”差点被拆穿的心虚，让柳如玉连声量都提高了好几度。柳如玉儿子死了。我的声音很是疲惫，像是哭到喉咙，沙哑的不成样子。闻言，柳如玉火气噌的一下就上来了。许诺，你有完没完？不就是嫉妒我带祁煜出来玩吗？居然敢拿我儿子的命开玩笑，有你这样当爸的吗？你这个毒妇！柳如玉本就心虚，此刻全部化为了滔天怒火，向着我撒去。一天天的就知道善妒，怀疑这怀疑那的，你就不能想想自己的原因，跟个妒妇一样防备我？你因为祁煜不肯捐骨髓，因为你私自带走了祁煜，因为你们俩，我们的儿子死在了手术台上。我打断他的话，冷冷开口。电话开的是免提，祁煜也听见了，此刻暧昧不在，而是满头大汗。许诺哥，就算你想让姐回去，也不能拿孩子撒气吧？这样诅咒孩子是不是不太合适？柳如玉蒙在鼓里不知道，祁煜这个当事人能不知道吗？当时差一步就到手术室里了，还是柳如玉发了个信息，祁煜转身就跑。祁煜可是知道，就算是灭杀了体内细胞，也能存活数天到数周不等的。他就跟柳如玉出来放松几天，好好享受一下再回去，最好让许诺磕头求他，赶在最危险的时候回去救人，那不是雪中送炭吗？把恩情最大化，让柳如玉更加感动，说不定那孩子也能向着他，认他当继爸呢。主角都是最后出场，谁知道那孩子居然这么没用，居然不到1天就死了，这可把祁煜愁坏了，那就不是报恩，是结仇了。所以祁煜更不敢让柳如玉回去了，至少也要把好感拉满，最好让她怀孕再说。死了一个孩子，他再赔给她一个不行吗？大不了先让小祁煜认贼作父，让许诺那老家伙拉扯他几年，自己再上位。呸，真是便宜他了。这么想着，祁煜突然哎呦一声，整个人突然栽倒在地上，捂着肚子开始装可怜。柳如玉注意力立马被吸引了，祁煜你怎么办？这下直接把我气笑了。柳如玉，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垃圾。柳如玉面色猛地涨红，因为心虚，因为被落了面子，因为被我这样责骂，而怒火冲天。许诺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居然敢这么对我说话？你不是希望祁煜回来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不回去了。谁让你针对祁煜的？祁煜好心救我们儿子，
你还敢这么针对他？你不亲自来赔礼道歉，这骨髓就不捐了。柳如玉最知道我的软肋，没想到居然用儿子拿捏我。换之前我肯定屈辱赔罪，怎么挨打挨骂喝酒都没问题，但现在不需要了。什么？柳如玉一噎，不需要捐骨髓了，我们的儿子已经死了，你还敢开这种玩笑？我不等他再发疯，直接挂断了电话，拉入黑名单里。办葬礼吧。我眼底一片红血丝，像是下了很大决心，才放下了怀里已经出现尸斑的儿子。他应该体面入葬。第二天，葬礼上肃穆庄严，但因为是小孩子夭折，只宴请了少量的人。呜，小七怎么走了？一群小朋友们被父母换上了黑色的西装跟裙子，哭哭啼啼的排队给小七献花，看上最后一面。许诺、节哀，那是我跟柳如玉的朋友们，拍了拍我的肩，满面愁容。而我则是跟丢了魂一样，心不在焉，瞳孔无神，无法聚焦，整个人颓废的跟即将要枯萎一样，心如死灰。若不是胸膛还有起伏，真像是随着儿子一起去了。陆佳音看不下去，拨打了电话，开了免提。喂，柳如玉，你这个妈怎么当的？现在都没滚回来，连儿子最后一面都不见了，干脆死外面得了。劈头盖脸一顿骂，即便柳如玉跟陆佳音关系好，也不能这样。陆佳音，是不是许诺派你劝我回去的？还是那句话，他不亲自过来赔罪，我跟齐豫不会回去捐骨髓的。畜生啊！有老者拿着拐杖敲地，满是失望。柳如玉，你这个傻缺，人都没了，还捐个屁！赶快滚回来！陆佳音，你够了，联合起来欺骗我，到底还有没有底线了？拿这种事要挟我回去，让许诺接电话，只要他道个歉，让齐豫原谅你，够了！此刻，一名不怒自威的中年男人呵斥，他穿的西装革履，浑身贵气，保养得当。此刻开口，让小辈们不敢多言。那是柳如玉的爸，我的岳父。小佳把电话挂了，这是不想让他女儿继续丢脸了。陆佳音不情不愿地挂了电话。仪式顺利举行，直到所有人散场，岳父跟我单独留了下来。我坐在坟墓前，双眼无神地看着墓碑上儿子的照片。许久，身后才传来了一声叹息：何必呢？早知如此，你就应该听我的，不要入赘到柳家。我岳父不同意我们婚事，毕竟我无权无势，穷小子配不上柳如玉。你后悔吗？岳父询问。许久没等到答复，直到夕阳西落，才等来一声干哑的一句话：我后悔了。我转身，满是红血丝的眼再也挤不出一滴眼泪。岳父，我要跟他离婚，帮我。好，这事终究是我柳家对不住你。10年前答应给你的1000万，现在就打给你，你拿着这笔钱去国外开始新的生活吧。岳父吩咐了一句，很快有人打印了离婚协议过来，我毫不犹豫签上自己的名字。只是可惜，中间还有1个月的离婚冷静期，这事我来办，你好好休息。远在国外的柳如玉越想越气，本来是打算气一下许诺的，谁让他总是拿孩子开玩笑。只要他好好赔礼道歉，给我服个软，这件事就能接过。偏偏许诺不愿意，甚至继续诅咒儿子，还联合其他人来骗他。诅咒儿子，害得柳如玉放下狠话。此刻真是骑虎难下，根本没有台阶让他下去，让他更加难堪了。心里也不由得埋怨许诺不懂事。如玉姐，哥哥也太不懂事了，非要闹得人尽皆知吗？这样落姐姐面子的事，我可做不到。齐豫整个人跟无尾熊一样趴在柳如玉身上，肌肤相贴。柳如玉也没推开他，反而很享受这种温香软玉。比起家里那个泼妇，还是齐豫更懂事听话。思考间，一个想法油然而生，反正小七病情还算稳定，我再找一个新的捐献者。姐姐你真好。耳语摩擦，齐豫整个人贴在柳如玉身上，疯狂地蹭柳如玉，温度在升高，暧昧节节攀升，直到齐豫的手不老实地解开了柳如玉的比基尼。一夜未眠，时间过得很快，眨眼都快过去1个月了。这段时间，柳如玉跟齐豫关系正好，齐豫想尽办法缠着柳如玉不放，但终究拗不过。而柳如玉迟迟等不到许诺服软，终于按捺不住，非要回国了。坐在黑色加长款老爷车里，司机在前面开车，柳如玉跟齐豫坐在后面。齐豫整个人都快贴到柳如玉身上了。姐姐，这么久没回去，许诺哥哥都快急疯了，不会打我吧？有我在，那个疯男人不敢打你。柳如玉信誓旦旦的保证。车子突然减速，柳如玉不满地呵斥司机：怎么开车的？小姐，前面那好像是先生。司机老林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指着前面的一个路人。车窗降下，前面一个拖着行李箱的男人果然是许诺。许诺，站住！我听见了，却没有停下脚步，而是带着儿子的遗物加快了脚步。许诺，你聋了？我让你站住没听见？柳如玉下了车，一把拽住我的手腕，把我拦了下来。放开我！我冷冷地呵斥，眼里见不到一丝情意。柳如玉火气蹭的一下就上来了。你真是中邪了，几次三番惹我生气，非要我打齐豫你才满意吗？你到底要吃醋到什么时候？许诺哥，好久不见，你怎么老了这么多？差点没认出来你。齐豫下车，十分骄傲地整理衣领，刻意露出自己的脖子，上面还有几个吻痕。不用想也知道
是谁干的？我用看垃圾一样的眼神看向柳如玉、齐玉二人，拽开自己的行李，不想跟二人废话。光是看见这俩垃圾，我的胃里就已经翻江倒海的想吐了。你准备去哪？非要我来哄你吗？许诺。柳如玉追上来，拉扯我行李箱。我们的儿子呢？我1个月没见他了，你也拦着不让他给我发消息，你到底要任性多久？到现在。柳如玉还以为那是我故意骗他的，以为那是我的谎言，是骗他回来要挟他的筹码。我已经找到新的骨髓捐献者了。齐玉年纪小，他怕疼就不捐了，让新的捐献者给小齐捐献。只要手术后好好保养，以后就跟正常人一样。柳如玉有的是钱，这1个月虽然气我，但好歹那也是他亲儿子，从他肚子里爬出来了的，他怎么能不关心？这不火急火燎的找了新的捐献者。柳如玉自以为已经低头道歉，姿态摆得很低了，却不料我蹬鼻子上眼，又开始那套说辞。没必要，他已经死了。没想到我一而再再而三的作死。柳如玉火气也上来了，啪的狠狠给了我一巴掌。许诺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大人的事非要拿小孩子撒气，能不能成熟一点，稍微懂事一点？脸上火辣辣的疼，很快肿起了一个巴掌印，却不如我心里的疼1/1000。齐玉眼里的幸灾乐祸快要藏不住了，戏谑的看着我，满是恶意。嘟嘟嘟，剧烈的喇叭声伴随着震响。我扭头看见一辆失控的黑色小汽车正在飞速向我们这边驶来。因为柳如玉的争持，此刻我们3个就在街道上，我在左，齐玉在右，而柳如玉在中间。汽车快速靠近，直直的向这边冲来。如玉姐救我！齐玉惊呼。柳如玉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齐玉，电光火石间猛地扑向齐玉，二人一同翻滚进了旁边绿化带，而我被留在原地，又被舍弃了。哈哈，许诺，你真是可笑啊！此刻我只觉得好笑。我掏心掏肺对待的妻子，在生死关头间选择了另外一个男人，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儿子，都被他放弃了。汽车快要撞过来了，而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甚至转身正面对着汽车，想要拥抱死亡，去寻找我的儿子。他还那么小，那么疼，一个人肯定很害怕。许诺！余光里柳如玉声嘶力竭的大喊，但被齐玉死死拽住，而我则是闭上了眼，静待死亡的降临。砰！黑暗里有什么人冲了上来，他拥抱了我，一片温暖，世界天旋地转，伴随着泥土、石子与剧烈的血腥味，我们狠狠地摔在了绿化带上。我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等再睁开眼，就看见身上趴着一个女人。嘶，好疼！你这个傻子，看见车怎么不躲？陆佳音死死地抱住我，把我护在怀里。此刻，那漂亮的脸蛋扭曲，眼泪大滴大滴砸落到我脸上，滚烫滚烫的，烫得我也忍不住，泪流满面。你才是傻子，那是我妻子的朋友，也是我的小学妹。明明关系如此浅淡，都没交流过几次，却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陌生人。明明所有人都放弃了我，陆佳音救了我，但是他毕竟不是超人，速度再快还是被车剐蹭到了一条腿。此刻木木的，应该是骨折了，哗啦啦的流血。本来因此就帅的高光时刻被毁了，疼得他龇牙咧嘴，疼得疯狂掉眼泪。我们2个就这么哭得稀里哗啦，被一脸惊慌失措的柳如玉给抬进了车里。司机一踩油门，闯过数个红灯，驾照也不要了，快速把我们送到医院。我没什么事，轻微擦伤而已。倒是陆佳音被抬走做手术去了，躺在病床上，我换上了一身蓝白相间的病服。柳如玉坐在我病床前，给我削苹果。你真是的，闹脾气非要闹这么大，看见汽车都不知道跑，等着被撞飞吗？你知道不知道我有多担心？刚刚我差点吓死了。说着说着，柳如玉眼泪大滴大滴的掉，真是鳄鱼的眼泪。还好陆佳音也住在附近，要不是他见义勇为，我就怎样？我淡淡开口。柳如玉一下子就站起来了，我就跟肇事司机拼命。你是我的男人，是我的老公，只有我可以伤你。你别担心，那司机已经被抓到了，我会让律师从重处理，争取让他关更长时间。然后呢？我继续问。然后什么？然后眼睁睁看着我被撞死了，伤心几天，跟你的小三风风光光结婚，生更多的孩子，把我跟小七忘记是吗？我看得清楚，柳如玉明显犹豫了一下，然后选择了齐豫，留下我一个人独自面对异常的汽车。许诺！柳如玉恼羞成怒地把手里的苹果往地上一砸，汁水飞溅，苹果弹跳了几下，掉在窗边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明明想先救你的，但是他还那么小，不懂事，一求我脑子就转不过来了。对，我真的是脑子抽了，没反应过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后面也想救你，但是来不及了，再多的辩解也是无效。此刻柳如玉整个人都蔫了，没了嚣张跋扈的气势，而是心虚的不知所措。那再来一次呢？我询问。救我还是救他？我步步紧逼，空气像是陷入了停滞。柳如玉深呼吸，眼神恍惚，整个人愣神了好几秒。死一般的寂静后，他才回神，慌张道：当然选你。我闭上了眼，我很爱我的妻子，我很了解我的妻子，10几年的相处，我们是如此的熟悉彼此。
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。他在欺骗我，他在害怕齐豫出事。出去！我开口。许诺，你不能这样，我真的爱你。滚出去！滚啊！滚！去死！滚啊！我此刻情绪爆发，浑然不管手上还插着输液器，胡乱地拿起床头的所有水果饮料、枕头吊瓶，疯狂地向柳如玉砸去。噼里啪啦一阵巨响，柳如玉狼狈地被打了出去。我的情绪是如此的激动，手背上的吊针直接歪了，哗啦啦流出血，染红了床单被罩。护士们匆忙赶来，把柳如玉拉了出去。直到看不见她，我才算勉强冷静下来。躺在床上，我的眼泪如流水般从双眼冒出，像是终于把脑子里的水给拧了出去，心如死灰，连带着我对柳如玉最后一点情谊也消失得一干二净了。数小时后，此刻我脸色苍白，脸颊凹陷，消瘦了20斤，嘴唇缺水干裂，整个人因为儿子的离世而陷入绝望之中，痛苦的不行。啧，真是个又丑又老的男人，搞不懂如玉到底看上了你什么。齐豫依靠在病房门口，冷嘲热讽。我不想理会他，他却自顾自地拿着一个精美的花篮到了我床边，超级不经意地凑到我面前，秀他的名表。那老男人，这是如玉姐给我买的手表，可比你那贵得多呢，足足300万。羡慕吧？我戴了一个30万的手表。齐豫向来嫉妒的不行，前几天缠着柳如玉买了一块手表，是我的10倍，直接拿来跟我显摆柳如玉的偏爱，想以此来激怒我。可惜我完全没有反应。齐豫像是一拳打到了棉花上，憋屈极了。他超绝不经意间脱掉自己的上衣。齐豫向来标榜自己是清纯男大，穿的都是富有活力年轻的服饰，此刻牛仔外套一脱，白色 T 衬直接脱掉，露出了里面的肉体，是薄肌，有腹肌轮廓，6块腹肌若隐若现，腰肢还细。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上面的吻痕，从脖子到胸膛到腰侧，甚至小腹上都是草莓。柳如玉给他种了不少草莓，特别是胸口，咪咪都缩肿了，可见经历了什么激烈的战况。哎呀，真是的，如玉姐太喜欢了我了，怎么办？说我年轻，缠着我要了5、6次，也亏我肾好，不像哥哥年老体衰，哪怕想，怕是也力不从心了吧？齐豫捂着嘴，笑得眉眼弯弯。男人最不能被提及，比较的是什么？那当然是男性尊严。胯下的2两肉可价值千金，哪怕被人打断了2条腿，都不能侮辱胯下最短的那条腿。齐豫在激怒我，试图让我生气，暴怒最好让我攻击他，来以此离间我跟柳如玉的感情。可惜让他失望了，我对他的话没有任何反应。柳如玉如何都跟我再无关系，我不想跟齐豫雄竞，甚至厌恶柳如玉跟齐豫2人，厌恶的恨不得让他们2人死掉。当初车子为什么没撞死他们俩？我遗憾的想，厌恶的瞄了齐豫一眼，只一眼我就愣住了。齐豫脖子上戴着一块小玉葫芦项链，那是一块翡翠，水种比较奇特，带有3种颜色，红黄绿3色，意味着福禄寿3福齐聚，3色灵动，被雕刻成了玉葫芦样式。绿色作为叶子，葫芦身上部分为黄色，下面渐变成红色，很是喜庆奇特。那是我跟柳如玉花了大价格去买来的，我甚至还为此去了最灵验的寺庙，吃斋念佛了9981天，让这个玉葫芦在佛祖前开光，想以此沾染幸运，祈求佩戴者平安顺遂。而现在这个玉葫芦为什么出现在齐豫脖子上？还给我！那是我儿子的遗物，这个贱人凭什么戴？我赤脚踩在地上，向着齐豫扑去。哎，不给就不给！齐豫一闪，躲开我！还给我！你这个贱人，不配拿我儿子的东西，那是如玉姐姐送给我的，就是我的东西，我去抢！齐豫不让。我自从儿子死后，茶不思饭不想，暴瘦了20斤，此刻浑身没多少力气，根本跑不过齐豫，被齐豫甩在后面，给我气急了，一个箭步向着齐豫猛冲，要抢夺他脖子上的项链，却不料脚下踩到一片黏腻湿滑，那是一颗砸烂苹果，被我踩上后，让我脚下失控，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往前栽去，而前面正是敞开的窗户，砰，肚子狠狠地撞在护栏上，我的手抓住窗沿，整个人因为惯性，半个身子掉在了外面，但是我的手还死抓着不放，指甲都快掉了一个。天赐良机，电光火石间，齐豫出手，对着我狠狠一撞。啊！齐豫惊呼一声，我的身体也因为这一撞，如同断线的风筝一样，从3楼直接摔了下去。有嘈杂的惊呼声，有慌乱的喊叫，还有护士抬起了他的身体，把他拖到了手术台。我已经浑浑噩噩，天旋地转的，什么都分不清了，连疼痛都似乎隔着一层塑料布，无法向我的大脑传来。好困，我的眼皮像是要被粘上了，眼前陷入了一片黑暗。陆佳音这边刚刚从手术台里出来，右腿被包裹得跟木乃伊一样，拄着拐杖一瘸一拐的，正准备去我的病房，就发现我下楼了，以抛物线的方式推开病房门，空空的，只有满地砸碎的东西跟一个哭哭啼啼的男人啊。而原本躺在这里的我，则是被护士快速送到了抢救室。柳如玉很快赶来，那男人哭哭啼啼的钻到她怀里，诉说着许诺的不小心，你跌了个蛋的。陆佳音暴怒，不管3721，拄着拐杖上去劈头盖脸对着2人一顿砸。
你发什么疯？柳如玉躲闪不及，挨了好几下，身上都青了几块。你们这俩狼心狗肺的畜生啊，一次不行还追着杀，非要弄死他才行吗？陆佳音看不下去了，整个人进入了狂暴模式，夺命双拐耍得虎虎生风，哪怕瘸了一条腿，追杀的速度都不减，打得柳如玉跟齐玉满头包。你这个疯婆娘，都说了是许诺不小心踩到苹果了才摔下去的，又不是齐玉推的。柳如玉很轻易的就相信了齐玉的话，毕竟地上还残留着苹果水渍拖拽的印子呢，长长的一条水印，确实是不小心踩到掉下窗的。关齐玉什么事？不要什么事都赖到齐玉头上。柳如玉护犊子一样把齐玉护住身后，面对夺命双拐闺蜜，一把拽住她的拐杖，发疯就滚出去发。许诺自作自受，非要去抢齐玉的东西，又不是买不起，摔下窗了能怪谁？陆佳音震惊脸，被柳如玉这套说辞震撼的整个人都按下了暂停键，像是第一次认识她一样。柳如玉，你怎么能这么冷血无情？你还是人吗？这是人能说的话吗？你才不是人，许诺又没死不是吗？你闹什么闹？大不了我再买一个更贵的给他，行了吧？此刻柳如玉完全把许诺当杜夫了，毕竟许诺经常欺负齐玉，抢齐玉的东西，这种事他见怪不怪了，只是话赶话的，说的似乎太刻薄了些。行，你这辈子不要后悔。陆佳音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那一眼复杂，像是什么东西碎掉了，又像是坚定的，像是下了某种决心。他没再说什么，而是拄着双拐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柳如玉张口想说什么，齐玉却晃了晃柳如玉的胳膊：“如玉姐，我疼。”展示她的胳膊，上面是被陆佳音的拐杖打的，红肿一片。顿时柳如玉就心疼上了，大喊护士给齐玉开最贵的药。她并不知道，那碎掉的是他们的友情。陆佳音拄着拐杖，步伐焦急地超过一群正常人，到了手术室前，看着上面的红色字体，心情忐忑极了。好吃不过豆腐，好玩不过妹夫。本来许诺入赘给了柳如玉，陆佳音都死心了，更何况他们还生了一个孩子，没有陆佳音插足的余地。但谁知道柳如玉这么作死，为了一个男人把儿子拖死了，把许诺推开了，还是那样的德行，说那么恶心的话，跟瞎子一样逮着许诺死命欺负，这怎么能行？陆佳音本来不想做曹贼的，但架不住白月光现在混得太可怜了，好朋友的丈夫，他就笑纳了。我的运气很好，掉下楼的时候，下面刚好有棚子作为缓冲，虽然受了伤，头部轻微脑震荡，但好在不重。睡了一天，我终于醒了。柳如玉不在身边，肯定是陪齐玉那个贱人了。我嘴唇干裂，挣扎起身想喝水，这才发现床边居然还趴着一个人，那是一个女人，旁边放着拐杖，坐在椅子上，上半身趴在我床上，已经睡着了。我稍微一动作，惊醒了她，她慌张起身，下意识看向我：“许诺，你醒了。”看着她凌乱的头发，眼下的乌黑，似乎一夜没睡。守着我吗？水干哑的喉咙说出的话都如此难听。陆佳音却嫌弃，反而十分心疼的给我兑了一杯温开水，把水倒在手背上，不烫，才拿给我喝。我拿起水杯一饮而尽，干涩的喉咙这才好了很多。相继无言，我什么话都不想说，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。许诺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医生说你轻微脑震荡，有没有想吐的感觉？如果难受叫我可以给你揉揉太阳穴，这样会好受一点。陆佳音喋喋不休的开口，像是永远有话题跟我搭话，关心我的任何情况。我没有做出回应，只有他在自问自答，但他好像也不尴尬。他说我听，哪怕不回应，他也乐呵呵的笑。只是温神闻着味就来了。哟，你们关系什么时候这么好了？柳如玉站在门口，说话间有些不自在，像是自己的东西被别人觊觎的不爽感。但偏偏陆佳音是如此坦率，而且他可是身世家产，完全不逊色于他的富二代。他这样的女人，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？瞎了眼才会看上别人的老公。这么一想，柳如玉又放下了心，只以为自己多想了。毕竟许诺现在已经快30了，还有一个孩子，身材也疏于锻炼，除了他也没人要他了。他们俩进门，手上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，都是专柜买的，500万的表，定制的衣服，名贵的鞋，最高配置的游戏机，50万的钓鱼竿，满意了吗？柳如玉皱着眉，把东西放到我的床前，满满当当的，尽显诚意。许诺哥，对不起，这个表给你，别生气了，以后你要什么我都让给你。齐玉假惺惺的把手腕上的300万名牌表摘下来，心如刀绞，恋恋不舍的放到我的床边。以后别这么小家子气，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买，这么点小事就气得你跳楼，以后儿子有样学样，跟你学坏了怎么办？柳如玉以教训的口吻继续埋怨我，顺带一提儿子呢，你放到我爸家了，还是转到其他医院了？真这么小气，不让我们母子见面啊？我不搭理他，而是盯着齐玉，伸手给我。什么？柳如玉不懂，把他脖子上的玉葫芦给我。柳如玉是听不懂人话的，我所祈求的只是拿到儿子的遗物。玉葫芦。柳如玉变了脸色，他当然知道玉葫芦是什么，
那是儿子戴在脖子上祈求平安的。儿子从小戴到大，从不离身。那东西怎么在祁煜这里？祁煜不情不愿地从脖子上摘下了那项链，像是扔垃圾一样，漫不经心地扔到了我的病床上。给你，许诺哥真小气，不就是个项链吗？我猛地扑向项链，死死地抓在手里，再也不搭理任何人，只抱着那项链，像是虾米一样蜷缩着身体，闭上了眼。这是不见不听感人的举动。我装死。柳如玉刚开始还耐着性子哄了2句，见我跟个聋人一样，就没了耐心，没几分钟就摔门离去了。祁煜紧随其后。病房终于安静了，那个玉葫芦握在我手里，被我的体温染得热热的，而玉葫芦的主人则躺在小小的墓地里，冰冰凉凉，无论如何也捂不热了。第2天，我迫不及待出院了，原因无他，离婚冷静期终于结束。岳父拿着离婚证给了我，包括护照、签证，全部办理好了。我自然迫不及待地离开这里，离开这个让我窒息的、恶心的要死的2个人渣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陆佳音拄着双拐也追上来了，非要跟我坐一架飞机。我虽然厌恶他人，但是他毕竟救了我的命，也没有开口阻拦。飞机上，陆佳音双手拄着拐坐在我旁边，我则是头上缠着纱布，闭目养神。飞机即将起飞，我的手机却剧烈震动，是柳如玉打来了电话。我把他拉黑之后，他倒是换了手机号给我打电话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许诺骨髓捐献者我已经联系好了，随时可以开始捐献骨髓。儿子呢？你把他藏哪了？快点出来，马上开始手术。柳如玉还是如此的自以为是，半点不信我的说辞，甚至为了护住祁煜都不让他捐献骨髓，而是紧急找了一个其他骨髓捐献者，拿出了1000万的高价来代替祁煜受苦，真是一片良苦用心。我嘲讽地笑了，儿子啊，就在 XX 墓地 XX 号，过去看看吧，他到死都在埋怨你们。我的儿子被摧毁了骨髓后，麻药结束了，却被告知捐献者逃跑了，被他的妈妈接走了。2人死活不愿意过来时，小琪是什么心情？他刚开始不信，但后来他听见了你在电话里一遍遍拒绝死活不信的话，然后在疼痛里死掉了。我的儿子是急性白血病，不是慢性的，病情十分凶险迅猛，不然以柳家的财力，为什么没立刻找到第2个？时间不够，所以我们只能眼巴巴地求着，哄着祁煜捐献。他本来答应了，谁知道柳如玉跟祁煜看对眼了，直接害死了我的儿子。许诺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开这种玩笑，我真的生气了，不要拿儿子的病情来跟我赌气。他的病拖不得。柳如玉很恼怒地大喊，你也知道拖不得，那为什么要活生生拖死他？我询问。许诺，你这个毒夫，都说了不要拿儿子的命开玩笑，小琪怎么可能会死？我请了那么贵的专家，怎么可能1个月都撑不住？正常来说，小琪的身体情况是可以挺几个月甚至半年的，前提条件是不要把体内细胞破坏掉。一旦进入预准备阶段，那么这个人的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。小琪还那么小，才5岁，还是急性病，被哄骗着破坏了细胞后，撑不了多久，直接没了。你不相信我，可以审问你的情夫，他干了什么？他心里清楚。说完，不等柳如玉继续发疯，我已经精疲力尽的拿卡针，把电话卡取出来，直接掰开，扔到了垃圾桶里，包括社交软件全部注销。国内的任何人都联系不上我，我已经不想跟柳如玉有任何瓜葛了。广播里播报飞机即将起飞的消息，我把手机关机，闭上了眼，驶向了那陌生的国家。柳如玉已经火冒三丈了，一个玩笑开1次、2次、3次、无数次，那就不好笑了，更何况是诅咒儿子死掉的晦气话，还是在儿子本身就生重病的情况下。柳如玉跟炸药一样，一点就炸。许诺这个混蛋东西，他是真欠打了，非要把儿子藏起来，也不怕耽误了病情。这个疯狼们，这个毒夫，不知轻重，小家子气，吃醋善妒，拿孩子健康撒气。不行，我要把他的卡全部停了，给他个教训不可。柳如玉低头操作手机，但眉头突突的跳，被许诺几句话说的心里毛毛的，越是按捺就越按捺不住。许诺最是爱孩子了，赘给自己这些年都是他把孩子拉扯长大，无论是喂奶换尿布还是吃饭洗衣服，从没让柳如玉沾手半分。柳如玉平时只需要下班后偶尔哄一哄逗一逗孩子，就可以享受天伦之乐，主要的教育跟压力还是压在了许诺头上，付出了那么多心血，那么多精力跟时间。许诺的爱比起柳如玉来重如千斤，许诺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？还是这么精准的地点，连墓碑号都有，这样的玩笑是不是太过火了？不像是他能干出来的事。柳如玉用手捏着眉头，一时间竟真的心慌不已，信了几分，可这不可能啊！眼见柳如玉这么烦恼，祁煜作为解语花，自然要适当的关怀，展现自己的男子力。如玉姐，别被许诺哥气到了，许诺哥不是故意的，他本来就生气你给我花钱，口不择言罢了，我没放在心上。口不择言，就算口无遮拦，也不能到这种地步，敢拿我儿子撒气，还是我平时太惯的他了，一身的臭毛病，这么小气上不得台面，就应该治治这臭毛病。果然，
经过祁煜的火上浇油，柳如玉对许诺不满更盛。祁煜笑弯了眼，本想继续煽风点火几句，柳如玉猝不及防间开口，吓得祁煜咬到了舌头。我们开车去 XX 墓地一趟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毒夫能恶作剧到什么程度。不行，祁煜直接吓破音了。为什么？这么大的反应吓了柳如玉一跳。祁煜自觉失态，支支吾吾的胡乱编了个理由。姐姐，我怕墓地什么的，听上去就害怕。我胆子小，我们不去吧。要是真过去了，发现真相怎么办？祁煜都这么努力了，天天吃肾宝，一天3次5次的，腿肚子都打哆嗦。柳如玉硬是没有怀孕的痕迹，死活没中。祁煜害死了柳如玉一个孩子，还没有把新的孩子赔给柳如玉，免死金牌还没造出来，他怎么敢让柳如玉知道的？有了新的孩子还好，柳如玉还能看在孩子的份上原谅他，大不了前面几年遭罪，但孩子稍微长大一点，就是感情的粘合剂。他再努力关怀一点，踹开许诺上位，指日可待，可不能在这里前功尽弃了。姐姐，好姐姐，人家害怕。说着，祁煜的手就不老实的沿着柳如玉的肚子往上摸，摸到一片柔软，按压。这次柳如玉没有顺水推舟，反而掰开了祁煜手指，害怕就待在家里，我自己去。柳如玉这人就是这样，越不让他干什么，他越干什么，求他还是威胁他都不管用，任凭祁煜使尽浑身解数，再怎么使手段都不管用。祁煜越是这样，反而越让柳如玉逆反心理上来，觉得目的非去不可了。再说下去，柳如玉就该生气，对付他了。祁煜一咬牙，一跺脚，干脆避开锋芒，让柳如玉开车走了。希望这个女人怀孕了。祁煜胡乱的挠了挠头，那孩子毕竟是他害死的，万一报复到他头上怎么办？不行，我要再做打算。祁煜火急火燎的回了家，准备把柳如玉送他的大包小包的礼物全卖了，名表、很贵的鞋、各种名牌、电脑配置以及送的宝石、金子，还有柳如玉送他的豪车，全部卖掉，换成现金存在银行卡里。要是柳如玉真有不对，他就先带球跑，带自己跑出去潇洒几年。万一柳如玉带球了，自己就回来；万一没带，自己也捞了这么多血赚。祁煜打定主意，顿时也不慌了，看着银行卡里增长的一串零，开心的笑了。墓地有些远，是一片公墓，不算豪华，因为豪华的墓地邻居少。小祁是个怕寂寞的孩子，邻居多一点，也许他更喜欢。满地墓地林立，柳如玉跟着工作人员指引，很快找到了我所说的那个墓地。墓地中规中矩，上面摆放着新鲜的水果跟一些零食，只有上面的照片，在一群老男人中年人里面格外显眼。那是一个孩子，一个5岁孩子的照片，笑得灿烂，还带着孩童的稚气，被贴在墓碑上。柳如玉气笑了，好你个许诺，居然还真敢做个假墓碑来骗我！为了恶心我，让我低头做到这种程度，算你狠！柳如玉气急，一脚踹翻供奉的水果零食，上去就要撕毁照片，要求工作人员把这个墓地拆了。不讲！墓地工作人员立马拍嘴，不许柳如玉再说这种冒犯死人的话。柳小姐，死人墓地不能挖，不吉利的，更何况还是小孩，造孽啊，造孽！工作人员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阿婆，有一点迷信，立马给墓碑鞠躬，替他道歉。什么死人墓地，这是恶作剧，假的！我儿子没死呢，是我那老公非要跟我闹脾气，非要整我的。柳如玉不依不饶，非要拆了这个墓地。不讲，什么恶作剧？这个墓主是从火化场拉回来的，证件齐全的嘞。那娃娃可怜的嘞，据说有人捐骨髓，进行到一半跑了，小娃娃遭不住，没挺住，病没了。说起这个，老婆婆就遗憾叹气。柳如玉如遭雷击，此刻一个恐怖的细节终于被她想了起来。什么时候？老婆婆被柳如玉抓住了肩膀，一惊一乍的吓了老婆婆一跳。什么嘞？什么时候死的？我问你病死的时间。老婆婆哆哆嗦嗦指着墓碑，出生时间、死亡时间都在上面，自己看嘞。柳转头看去，果然在上面发现了数字，死亡日期12月15号。他又急忙翻自己的手机，聊天记录里，他让祁煜过来放松心情，去国外海滩度假的时间刚好是15号，在儿子手术的日子，在儿子进行了手术，急需骨髓移植的时候，祁煜被自己叫走了。柳如玉硬生生呕出一口血，怒火攻心下，眼前一阵阵发黑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柳如玉疯狂发癫，大喊大叫的嘶吼，把老婆婆吓得不轻，骂骂咧咧的逃跑了。不可能是15号，明明是后天动手术的，明明是后天的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柳如玉当时应酬的忙昏了头，再加上在国外，日期差了一天，连日夜也颠倒了过来。柳如玉睡梦了，忘了，记差了日子。但祁煜呢？他不可能记错日子，以许诺的性格，必然会再三叮嘱再叮嘱，甚至跟着祁煜。所以许诺说的都是真的，真的是祁煜临阵脱逃，害死了我儿子，真的是我把祁煜叫走的，怎么说都不信他们，真的是我害死了儿子，让儿子活生生等死。柳如玉拽住自己的头发，用力之大，不少发丝扯断，掉在地上。
柳如玉却好像不知道疼一样，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，发了疯般念叨：如此病态，如此狼狈，如此丑陋。身后年长的老者叹气，拄着宝石权杖，不知何时站在了柳如玉身后。爸！柳如玉猛地弹跳起来，整个人狼狈的乞求地拽住了柳父的衣服。爸，他们骗我，他们骗我，都是骗我的，都是恶作剧，对不对？这个玩笑不好笑，你告诉我，小七在哪里好不好？我要见小七，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了。我道歉，对，我跟许诺道歉，让他原谅我，带着小七出来好不好？柳父看着自己的女儿，慈爱的抡起了胳膊，啪的狠狠给了他一巴掌。冷静点，柳如玉，你应该自己去寻找证据，而不是盲目自大，什么话都听不进去。柳父就这么一个孩子，柳如玉是作为继承人培养长大的，虽然为人狂傲自大了点，但业务能力、领导才能还是不错的。只是太过自我，没想到栽了这么大的跟头。如玉，节哀顺变，小七走了，你也应该向前看。柳父对孙子还是有点感情的，但是已经发展成这样了，死去的人没办法复活，那就只能向前看。我给你安排联姻，王家那小子就不错，等你冷静几天，你们见个面，相处看看。柳父甚至没有过多安慰柳如玉，就直接安排了以后。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我不信，我不信啊！你也在骗我，对不对？柳如玉脸上还顶着那巴掌印，头发凌乱，跟疯子一样歇斯底里。柳父无奈，只能再抽了他一巴掌，把左右脸打对称了。柳如玉这才冷静了一点。爸，是不是你把许诺藏起来了？你本来就不赞成我跟许诺在一起，把他们两个藏起来不见我，现在还不死心拿我联姻吗？柳如玉是豪门，随随便便拿出几百万当零花钱的那种，许诺是个普通人，怎么可能配得上柳如玉？柳父持反对意见，在他们恋爱期间还屡次出手整治许诺，甚至跟电视剧里一样给许诺开了支票，想把他赶走。当然没有成功，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这老头还不死心，非要威胁许诺把他赶走不可吗？柳父皱了皱眉，这柳如玉脑子有病，一根筋。你把他们俩藏哪里了？国外吗？你有什么把柄？是不是捏着小七的病情让许诺妥协，假死离开我的？越说柳如玉就越觉得合理，重新燃起了希望。但还没燃2秒，柳父就把死亡通知给扔到了柳如玉脸上。国家公章，检测鉴定，手续齐全，身份明确。你，柳如玉拿通知的手颤抖，他是自己跑的，谁让你们害死了他的儿子？他不愿意原谅你，能有什么办法？你要查资料，查监控吗？要是还死活不信的话，可以挖开他的墓，拿出骨灰鉴定。柳父指向了那小小墓碑，示意柳如玉随意。柳如玉总是这样，固执己见，不信任他人的话语，这一点倒是跟柳父出奇的相似。柳父索性提了这个意见，这个残忍的但又绝对正确的意见。不可能，不！绝望重新占领高地了。柳如玉哆哆嗦嗦地拿出手机，几次拿不稳，把手机给摔了，又重新捡起来，给自己的秘书打电话。秘书是他的心腹，亲自培养的，性格古板木讷，但工作能力很强，安排的井井有条。他绝不会撒谎，配合许诺做那些恶劣的恶作剧。告诉我，小七怎么样了？秘书推了推眼镜，一丝不苟地报告：小姐，小少爷在15日晚上23分心脏骤停，期间在刘老爷强烈要求下进行了义务救助，心肺复苏2个小时无任何成效，在当天宣布抢救无效死亡。这一点我已经在电话里交代过了，并且事后第一时间通过软件告知了您，包括后续一系列安排、葬礼规划用度、墓穴的选址，还有离婚协议等，我一一向您汇报过了。秘书不愧是金牌秘书，做事不仅周到。在柳如玉恼怒地挂断电话，以为是玩笑后，还记得工作留痕，把一切事情都梳理好，在第一时间就发送到了柳如玉的微信上。只不过柳如玉嫌弃他烦，直接屏蔽了。他连忙解除屏蔽，翻看聊天记录，一桩桩一件件。秘书不仅回报情况，还附带了纸质判定书，录了葬礼上的视频，生怕老板发疯死不认账。显然秘书做出了很正确的选择。你为什么不打电话告诉我？为什么？我打了很多电话，您都以为是玩笑，判定我为许先生的托，而挂断，拒绝承认。秘书也很无奈，这个老板感觉脑子不好使，跟暴君一样。为了防止这家伙把矛头对准自己，扣苦命打工人的工资，秘书直接把离婚证的照片以及财产分割给发到了柳如玉手机上，以此吸引柳如玉的火力。不，我什么时候跟许诺离婚了？我只是吓吓他而已。你明明说了，只是恐吓他。离婚冷静期内，双方其中一个随时反悔，这就不算数。看着手机上的离婚证照片，柳如玉怒不可遏，直接把手机摔了。手机磕碰到水泥地上，屏幕裂开，直接关机。像是这样离婚证就不作数了一样。柳如玉自欺欺人的厉害。对啊，我说了离婚冷静期内，双方任何一方申诉一下，这婚就很难离的了。离婚冷静期这东西害死了多少人，不是什么好的。换之前多好，跟结婚一样，随时结随时离，也不用这样扯来扯去。
柳如玉咬住了自己的舌头，她之前恐吓许诺，签了名字也毫不在意，反正许诺是个舔狗，10几年如一日的恋爱脑，以他的性子，肯定要闹一闹，只要他去申请反悔一下，离婚就做不得数，那就是两人的情趣 play。但谁知道玩脱了，真离了。柳如玉傻眼了，每次吵架许诺必低头，但显然这次我不会惯着他了，这一次断得彻底，断得干净。离婚证一出，我们再无关系。眼泪大滴大滴地掉，柳如玉伸手去擦，却怎么也擦不干净，总是有新的眼泪冒出。呜呜呜，我不知道，呜呜呜呜呜，我以为都是玩笑，不要吓我了好不好？突然之间，夫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原本拥有一个甜蜜的3口之家，现在只剩下柳如玉自己了。痛失爱子，连他的爱人都不要他了。我错了，许诺，原谅我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你在哪？我们回家，回家。柳如玉哭得眼泪鼻涕齐流，不敢接受这个残忍的事实，趔趔趄趄地哭着逃跑了。因为跑得急，还摔了一跤。他浑然不顾摔得流血的膝盖，就要回家，想着像是往常一般撒个娇，我就屁颠屁颠地跑过来哄他，心疼他了。可是等他开车一路疾驰到家，打开门，不是儿子扑上来要抱抱，屋内没有了飘香四溢的饭菜。许诺没有系着围裙，一边念叨小七的功课，一边让他洗手吃饭。没有做好的饭菜，没有温馨热闹的父子，没有特意为他而留的一盏灯。室内黑漆漆的，空荡荡的，似乎只剩下了他自己。柳如玉从喉咙里发出悲鸣，像是受伤的野兽。他跑向房间，猛地拉开卧室门。卧室里没有，掀开被子没有，打开衣柜，把柳如玉把里面众多名牌衣服乱扔。空荡荡的衣柜里面也没有。柳如玉疯妇一样拉开厨房的门，拉开厨房的抽屉，也没有。冲进卫生间里，打开洗衣机，都没有。柳如玉来回折腾，脑子都扔了，所有能藏人的地方全部找了个遍，疯狂呼喊我的名字，依然没有任何人回应。我走了，没拿走我的任何东西，只拿走了属于儿子的衣服、玩具、奖状和他送我的礼物，装了一个行李箱，随着我一起去了国外，去了柳如玉找不到的地方，隐姓埋名，音信全无。人呢？许诺，不要闹了，快点出现好不好？柳如玉抽抽泣涕，眼泪齐流。她翻遍了家里的任何角落，都没找到我的踪迹。我是孤儿，除了儿子外，没其他亲戚，孤身一人跟了他，连朋友也没几个。柳如玉给我的朋友们打了电话，得到的消息也都是不知道。最终柳如玉动用人脉去搜集线索，也只知道我去了机场，至于目的地在哪里就不得而知了。毕竟这件事还是柳父处理的，他不想让女儿知道，自然会处理得干干净净。而我为了预防柳如玉追过来继续纠缠我，也把所有的东西全舍弃了，换了新的手机卡，社交软件全部注销，再没人能联系上我。怎么就走了呢？怎么就发展成了这样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。柳如玉只能抱着我留下的几件衣服，天天以泪洗面。叮铃铃，手机响了，柳如玉欣喜若狂地拿起来，以为是我打的，没想到来电显示居然是齐豫这个贱人。喂，如玉姐姐，你还好吗？我好想你。齐豫夹着嗓子给柳如玉打电话，看看情况。他故意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试图蒙混过关。如果柳如玉是暴怒的，真准备把气撒到他身上，他就立马卷铺盖逃到国外去。如果柳如玉还是以前没那么怪他的话，齐豫还是挺喜欢柳如玉的，喜欢她的钱，喜欢她的容貌，喜欢她的身材。虽然入赘传出去不好听，但是赘给富婆，获得1个亿的赘礼，这一点他真的心动，所以现在还眼巴巴的给柳如玉打电话，舍不得放弃柳如玉的1个亿赘礼，抱有侥幸心理，期待着能傍上富婆当捞男。柳如玉咬牙切齿，双眼通红，火冒三丈，恨不得现在就把这个破坏了他美满家庭的垃圾给分尸了。要不是齐豫这个贱人两面三刀，欺上瞒下的把儿子害死了，他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。他明明答应了捐骨髓，明明都知道了走到哪一步，却逃跑了，害死了我的小齐，还让许诺心灰意冷跟我离婚。我现在的一切悲剧都是他造成的。柳如玉浑然忘了当初自己心猿意马的样子，非要偏心眼跟齐豫苟合这回事。虽然想掐死他，但是柳如玉还是强压着心头怒火，装作平时的语气回答：我当然还好啊，有没有想我？来 XX 别墅找我，我给你买了你特别想要的那辆跑车。以跑车作为诱饵，对方呼吸果然粗重了很多，语气都是藏不住的喜悦跟期待。真的吗，如玉姐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这就过去。挂断电话，齐豫嘴角咧到耳后根，呵呵，女人啊就是这样，还不是拜倒在本大爷的牛仔裤下，亏我还忐忑了那么久。我就说别管他是不是总裁，都是女人，离不开男人的。我儿子就是离婚，拿下他，以后带着我们享福吧。一对农村老夫妻笑得牙不见眼，连忙在行李箱放下，准备从机场回家去。他们已经做好了离开的准备，但是齐豫的爸妈不死心，离开前先试探一下。果然就跟齐豫爸说的一样，女人家的哪有隔夜仇，还不是屁颠屁颠地上赶着倒贴我儿子，
好，我儿真有出息，到时候掌握柳家财产，以后我们齐家就光耀门楣了。老男人抽着烟，咂巴着嘴，眼里全是算计。他显然已经把柳如玉的钱财当成自己家的了，已经盘算好怎么花，甚至以后怎么去村子里装逼的情节。可惜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了。柳如玉立马安排了司机去把齐玉一家给接过去，然后一个电话，不知道又给谁打了过去。齐玉一家坐在豪车上，本来很享受的，但是路越走越偏，直到停到了一处荒凉的工厂门口。工厂已经倒闭，全都荒草、枯树、铁皮房。齐玉有一瞬的心虚，下意识后退了一步，却撞上了保镖宽广的胸膛。数名1米9的、浑身肌肉的、穿着黑色西装的干练保镖们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齐玉一家3口的身后，形成了一堵人墙一样，把他们的退路堵得死死的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信不信我让柳如玉把你们全开除？齐玉狐假虎威，试图威胁这些壮汉。壮汉不为所动，直到一辆车里走出来了一个女人。来人，高定西装，黑色短裙，黑丝袜，高跟鞋，一头黄褐色卷发，烫成大波浪，明艳大方，气场十足。但此刻这美人眼里全是疲态，眼下挂着黑眼圈，眼睛红肿的像是刚哭过，整个人颓废又满是戾气。如玉姐！齐玉惊呼。小宝回去拉扯柳如玉的衣服，不是说送我跑车吗？怎么把我接到这里？这里好荒凉，我们走吧。他还想凑上去拥抱，还没抱上去就被一个保安给掐住了脖子。对上柳如玉阴冷怨恨的目光，齐玉那一点侥幸心理彻底碎了。放开我儿子！你们这些狗娘养，得想对我儿子干什么？农村老太太拿着拐杖就对着保镖敲了过去，怒气冲冲，蛮不讲理！我告诉你们，这事没完，没个5万不拉倒，不，最少20万。那农村老头也是个不省事的，上去就坐地起价，完全不看看场合，不看看情况。齐玉脸色难看极了，整个人被保镖掐住脖子，提到了半空中，手脚晃动，拿手拍打到那人的手上，想让他松开自己的脖子。就这么一小会，他的脸色就憋得通红，因为缺氧而面容扭曲，滑稽丑陋。可，如玉姐，你听我解释。好，你说这些监控你怎么解释？柳如玉拿着一个平板，直接点击上面的视频，开始播放。你这个老男人也不撒泡尿看看你几斤几两，不就是仗着有一个儿子吗？非要抓着柳如玉不放，你配得上柳如玉吗？视频里，齐玉嚣张跋扈地拿起了茶杯，把里面的茶水泼了许诺一身。许诺一声不吭，显然早就习惯了这样。啪！齐玉一巴掌扇到了许诺脸上。你！许诺咬牙，拳头紧握。我什么我？小心我不捐骨髓了！齐玉眯着眼，又对着许诺脸上来了一巴掌。这下许诺没有躲，儿子的安危是许诺的命脉，最好拿捏。视频一个个播放，有齐玉命令许诺下跪的，有齐玉故意拿东西砸许诺的，还有齐玉把许诺推下楼梯的，还有齐玉命令许诺做一大桌子饭菜，然后一点点挑剔，全部倒入垃圾桶里的。甚至于医院里的那段视频也被翻了出来。视频里，许诺踩上了柳如玉当初扔的那个苹果，脚滑，呲溜出去好几米，险些从窗户上摔下去，最后死死地抓住窗沿，这才躲过一劫。但后面齐玉出现，狠狠地向许诺一撞，故意的把许诺从3楼撞了下去。视频很清晰，还特意放大了齐玉的脸，那脸上的得意怎么都掩饰不住，那是故意的，故意想害死许诺。齐玉脸上血色褪去，惨白又无力的胡乱解释。不，柳如玉，你听我解释，那都是假的，都是 AI 合成的或者拼接的视频，是许诺想害我。对，都是许诺想害我，都是合成的。齐玉大声的解释，换来的却是柳如玉一个响亮的巴掌。这一把柳如玉用了十足力气，直接把齐玉脸打歪，吐出一口血跟几颗牙来。那这个你怎么解释？手机翻找出了一笔转账记录，50万打给了肇事司机的。齐玉嘴唇哆哆嗦嗦，神色慌乱到藏不住。当初撞向我们的汽车，怪不得目标这么明确，原来是你买的。你故意买通了司机，想撞死许诺。毕竟许诺最容易捅穿齐玉犯下的错，要是死了，一了百了，还能腾出来赘婿的位置，让齐玉上位，获得那1个亿的赘礼，还有机会窥探柳家的产业。所以齐玉调整自己表情，以最楚楚可怜的姿态，眼泪大滴大滴流下。如玉姐姐，我只是太爱你了，我不允许有其他男人站在你身边，那是我的位置，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。毕竟我也是个男人啊。来了，解释不过就以爱之名绑架女人。柳如玉被恶心得不得了，一挥手，手下们立马明白，围上去，对着齐玉就是一顿殴打，一巴掌扇到齐玉脸上，把齐玉扇得血水口水横流，脸高高肿起。有人薅住他短短头发，把他往水泥地上撞，撞到额头冒血，还有人踹他肚子。齐玉呕的一声吐出来了他今天的午饭，呕吐物吐了一地，沾染到他身上、脸上、衣服上，他痛苦的蜷缩成虾米，在地上翻滚。你们干什么？敢打我儿子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农村老太婆嗷的一声就冲上去要跟这群人拼命。她嚣张习惯了，仗着是老人，是法治社会，没人敢碰她。
完全没有对自己实力的认知，上去就想打保镖，结果被保镖一脚踹出3米远，在地上来回翻滚，惨叫的跟过年要杀的猪一样，嗷个不停。那大男主义的农村老头此刻烟也不抽了，跟鹌鹑蛋一样缩在角落，生怕有人注意到他，把他也给打一顿，一个也别放过。柳如玉冷冷开口。柳如玉所查到的那些视频里，齐豫的爸妈也参与其中，甚至把尿撒的客厅都是，不允许许诺用拖把或者扫地机，让许诺只能用布一点点的擦拭地面，还要忍受各种虐待、唠叨、辱骂，还要吸齐豫爸的2手烟，都是垃圾，一起打。柳如玉一声令下，那迎接老头老太的自然是一顿痛殴，只把老头打得跟狗一样，满地叫唤，在地上翻滚，屎尿齐流。不过重心还是在齐豫身上侧重，齐豫左腿反折过去，显然骨折了，整个人也被当成沙袋一样揍得看不清五官，鼻青脸肿的，眼睛都青紫，眯成一条缝，牙齿也漏风，缺了好几颗。齐豫眼泪鼻涕齐流，整个人躺在鼻血跟口水、呕吐物里面，沾染得十分均匀，完全没了平日俊朗帅气的样子。好端端的一个年轻男大，被打成狗了。我错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不敢了，饶了我。齐豫裤子湿润大片，黄褐色的液体流出，竟被打尿了。此刻不要脸面，在剧痛中给柳如玉哐哐磕头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疼了。柳如玉没有一丝丝心疼，反而全是解气。齐豫敢瞒着自己，疯狂威胁许诺，不许把那些事说出去，害得许诺屡次3番的受伤，到了后面彻底心寒。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原因？若是我能早点发现，或许就不用到今天这一步。柳如玉心口绞痛，不甘、懊悔占满了他整个胸腔，让他酸涩的眼泪就没停过。打完之后，把他们送去精神病院去。柳如玉吩咐手下。是。保镖们应声回应。后续的事情柳如玉都安排好了，即便有变数，也有柳父在后面处理。只要不出意外，齐豫是要被关进精神病院去的，在里面受尽折磨，偿还害死儿子的罪孽为止。而许诺呢？他一个人在美国，偌大的美国去寻找一个人，实在太困了些。柳如玉突然想起了陆佳音，他是混血儿，在美国也有产业，说不定能有人脉帮忙呢。虽然闹了些不愉快，但是2人毕竟是从小长大的朋友。柳如玉立马一个电话给陆佳音打了过去。此刻华国是白天，美国就是夜里，3更半夜的，突然一个电话打来，陆佳音从被窝里伸出手来，他浑身不着寸缕，全被被子盖住。喂，佳音，帮我找到许诺的住址。许诺吗？陆佳音声音迟疑着，拉长了语调。镜头一转，被子里除了陆佳音以外，还有一个男人。男人很是疲惫，已经昏睡了过去，但看那脸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许诺。空气中弥漫着酒气，浓重的酒气，地上还散落着很多的空酒瓶，啤酒、白酒、葡萄酒应有尽有。许诺没少喝，借酒消愁的早就睡了过去。陆佳音上去把昏睡的男人拦到了怀里，温香软玉在怀，他还点了一根烟，吸了一口，吐出烟圈，才询问对方：怎么了？找许诺干什么？你们不是都离了吗？陆佳音明知故问，还故意刺柳如玉一下。不，我不同意，那是假离婚，只是吓唬人的，谁知道真离了。柳如玉抓挠自己的头发，好端端的法式大卷发，被他抓得跟鸡窝头一样乱。七，活该。陆佳音轻笑一声，幸灾乐祸的很。我不管，你帮我找他，找到了必有重谢。你不是想要那个合同吗？我可以给你。为了找到许诺，柳如玉居然连这都舍得。行吧行吧，我这边尽力给你找。陆佳音随口敷衍几句，挂断电话。对付柳如玉这种人，没必要跟他说太多，他根本听不进去，只想你立刻执行他的指令。有那时间跟他纠缠，还不如快点拿下许诺呢。陆佳音揽过我的腰，对着我的脸亲了一口。我还在梦里，翻身蜷缩住身体，当然没被陆佳音得手。谁会在儿子刚死1个月就跟其他女人谈恋爱？我借酒消愁，在这人生地不熟的美国，也是天天喝酒，试图用酒精麻痹自己，让自己昏睡过去，大脑迷迷糊糊的就能忘掉那些痛苦的记忆，甚至能清晰回想起儿子的样子，这样才能稍微饮鸩止渴。我就把自己关进了房子里，借酒消愁。但是陆佳音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，非要住我隔壁，借着食物做太多了吃不完的借口，天天给我送东西吃。一开门，陆佳音就呲溜一下钻入了我的屋子。哎呀，怎么这么乱？陆佳音惊呼。我的屋子里全都瓶瓶罐罐，堆积了一地。平时我是个爱干净的男人，柳如玉主外，我主内，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。我家务卫生，做饭带孩子都是我的强项。但现在我那房子已经乱得不行，客厅桌子上全是喝完的、没喝完的酒瓶子，地上很多抽完的烟头跟烟灰，桌子上的烟灰缸已经插满了烟头，跟圣诞树一样塞不下了。还有一些吃剩下的披萨、汉堡、泡面等胡乱的扔在地上，根本没地方下脚。你这过得也太糟了吧！出去，不需要你管。我不想搭理这个女人。陆佳音却自顾自地撸起袖子，把这些垃圾全部装入塑料袋里。
装了满满5个塑料袋，给扔掉。他行动力很强，几个小时把垃圾窝的垃圾一股脑的全部扔掉，还把窗帘拉开。阴暗的黑漆漆屋子被阳光洒满，彻底亮堂了，房子焕然一新，干干净净的跟样板房一样。多此一举，出去！我没有感谢，拿起来1瓶酒，又准备酗酒。陆佳音抢过我的酒来，灌入了自己的嘴里，一口气喝了半瓶，这才放下。有酒一起喝嘛，一个人独饮算什么？他这么霸道，这么厚脸皮，无论我怎么赶都不出去，甚至还抢我的酒喝，非要挤进来跟我一起住，把他推出去就躺地上撒泼，一点也不像个女人。陆佳音就这么强势介入了我的生活，给我打扫卫生，陪我一起喝酒，给我做各种热腾腾的饭菜。即便是我哭泣，陷入那失去孩子的悲伤里无法自拔而崩溃时，他也是默默地陪着我，把我抱进他的怀里，什么也没说，一遍遍地拍打我的后背，跟哄孩子一样依偎着。陆佳音是个很温柔的人，方方面面挑不出毛病，除了喜欢裸睡外，是个很好的女人。她值得更好的男人，而不是我。我把头蒙进被子里，装作什么都没听见。一连数月，公司内氛围都压抑得跟闹鬼的一样，员工们个个小心翼翼，走路都轻了很多。路过柳如玉时，大气都不敢喘，生怕这个阎王再次发疯。这段时间，柳如玉跟疯了一样，天天臭着脸，一副死了老公孩子的样子，嘴角下拉，面容紧绷，眉头紧锁，眼下还有乌青。柳如玉本来脾气就不好，这下就更加像个易燃易爆炸的煤气罐了。某个项目经理就因为一点小错误，被柳如玉劈头盖脸一顿骂，当着那么多人被骂得狗血淋头。一个50多岁的秃顶大叔硬是被骂得哭着跑了出去。还有其他人对上柳如玉，视线总是一紧，皮都绷紧了，生怕柳如玉找事。当然，因为柳如玉暴脾气，当然有人不满。几个员工们聚集在茶水间说闲话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都持续多久了？还没完？还有得闹呢？你不知道啊？他儿子都被他逼死了啊！还有这回事？一个女员工捂住了嘴，惊讶得不得了。一个男员工难掩喜色分享大瓜。那当然了，柳如玉那个白血病儿子，你们知道吧？当然知道，死了。因为捐献者是柳老板小情人，舍不得他捐，硬生生把儿子拖死了。听取同事们蛙声一片，怎么回事？展开说说。不少同事眼睛都亮了。那自然是，科科。身后部门经理超级大声的咳嗽，听八卦的员工们僵硬扭头，顿时汗如雨下。背后蛐别人最忌讳的是什么？是被当事人当场抓住，而且还是顶头上司。柳如玉阴沉着脸，如同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，说啊，展开说说。恶鬼低语，在一阵哀嚎里，全场员工1个月工资没了。训斥进行了3个小时，所有人被骂得面如土色，站得腿肚子都发抖，还有几个哭得梨花带雨，当场就准备辞职。要不是柳如玉被叫走，估计还有得骂呢。接待室，柳如玉推门而入。爸，什么事？快点说。接待室内沙发坐着一名老者，跟一个1.7米戴着眼镜的西装男。见柳如玉出现，西装男立马起身，伸手想跟柳如玉握手。你好，柳小姐，我是盛世集团的李。柳如玉绕开他，径直把他撇在身后，让西装男尴尬的留在原地。那男人面色顿时就不好了。柳如玉，礼貌点，这是你的相亲对象，李家公子。柳父呵斥。相什么？老娘什么时候说相亲了？我老公还没死呢。柳如玉横眉一挑，就是怒骂。是柳父不经过他同意就安排了他相亲，还是这种双眼距离远的，必须得打车才能到的蛤蟆成精的男人。豪门联姻，容不得你拒绝。你这是准备卖女儿了？我们柳家还没落魄到这种地步吧？柳如玉扭头，头也不回的离开接待室，留下尴尬的柳父2人。后续柳父陆陆续续给柳如玉安排了众多相亲，但柳如玉拒不配合。没办法，柳父只能把主意打到我头上，想让柳如玉死心。我自然是不配合，不想再见到柳如玉。但陆佳音貌似很激动，牵住了我的手，十指相扣。我接连甩了好几次，也没把陆佳音甩来。许诺，我们来演戏吧，把柳如玉这个女人给气死好不好？陆佳音激动的不行，这几个月真的跟赖皮糖一样黏着我不放，甚至开始以我女朋友自居，强势介入我的生活，欢笑吵闹，倒也消散了些许儿子死亡带来的阴霾。我们办个婚礼吧，最好给柳如玉发请帖，看我们幸福甜蜜的样子，把她气得脑出血。陆佳音一个蹦起来，居然动作迅速的联系人去了，订了好的场地，还有各种专业团队。还有，我们生一个孩子吧，最好让小琪转生到我肚子里，我们重新把她养一遍。这女人越说越离谱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居然都想要孩子了。不过想到小琪，我心头又是一酸。陆佳音，我突然第一次如此正式的叫了她的名字。怎么了？陆佳音认真的看向我，我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走出来，也许3年、5年或者10年，在此期间，我没办法爱上任何人。陆佳音突然低垂下眉眼，神色有些落寞。对啊，毕竟谁能接受这样一个男人呢？陆佳音却牵起了我的手，直视我的眼睛。那我就等，我已经等了你10几年，不差这点时间了。
陆佳音窥探了这么久，现在朋友妹夫终于叼到嘴里了，哪里舍得放弃？我会等你，一直等你，直到我们白发苍苍也好。时间算不了什么，只要有你在就好了。十指相扣，陆佳音的温度顺着手掌传来，温暖的，滚烫的，烫得我心里起了一丝丝涟漪。然后十指相握，